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29日上午的11点50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道指呢在昨天出现了一个下跌动作啊，这个动作呢是在我们预期当中的。我们看到了本轮行情道指呢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当中包含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啊，突破了周线级别144和1690均线。突破之后呢，我们看到周线上涨细游形成之后啊，单独的在上一周走出了一根单独的 K 线啊，单独的阳线。阳线走出来之后，我们看到道指已经进入到一个筹码密集区，这个密集区呢是在21年5月延伸至今的。所以呢，我们根据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啊，判断本周的行情可能会以下跌为主啊，因为是它完成了上涨西游，二是进入了这个筹码密集区啊，三呢是上周的单独的这根阳线啊，它可能是晃骗性 K 线啊，并且我们在行情当中分析了很多有这种晃骗性的阴线或者阳线的发生啊，比如说这轮行情当中完成了下跌西游之后啊，单独走出来这根阴线呢，就是诱骗性的 K 线。那么结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啊，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啊，所以呢，从本周开始可能会走出一波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并且时间级别放大的话，可能走到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最终呢回到行情啊，也就是道指的这个下跌趋势当中来，并且有可能走一轮什么呢？走一轮2020年2月份的这轮极端的下跌啊。那么如果道指发生极端的快速的下跌，回到下跌通道上来，那么势必会影响到比特币的行情。然后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啊，我们看啊，在小时线啊这个位置上已经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波谷。这4次等位置波谷呢，是我在第一次出现波谷的时候就判断它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震荡的啊。同时呢，我们看到整个的下跌过程，我们已经在日线级别上看到了2轮这种4次等位置波谷的现象啊。首先是69000美金的前后位置啊，出现了日线级别的4次等位置波谷，然后在下跌过程当中啊，也就是3万点到17605这个位置上啊，在日线级别上同样是观察到了4次的等位置波谷，然后下跌中继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那么八戒阴线的后面呢可能会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形成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在日线的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整个从11月10日到11月29日连续19天的震荡过程当中，都围绕11月9日的这根八戒阴线做修复震荡。那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时间级别调小，调到小时线或者4小时级别上啊。调到这个时间级别上，我们会观察到它发生了3次主要的反弹过程啊。第一轮反弹呢16%啊，第二轮反弹8%，第三轮呢它的最大反弹力度也仅有8%。3轮反弹过程完成之后，我们观察到了3次等位置波谷。3次等位置波谷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修复前面行情从19000美金到15000美金15500美金这样的一个缺口啊，3次修复并形成一个拓展性训练之后，你会自然而然的认为16000美金附近也就是第4次波谷的这个位置是可能运发多头的一个节点比如说上面行情当中，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也同样看到了4次等位置波谷。这4次等位置波谷2轮4次等位置波谷，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个位置上不断的给你做拓展性训练拓展性训练，让你习惯的认为这个底边线波谷连线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是可以进场抄底的位置。在日线级别上超级主力经常玩这样的动作那在
分时上啊，在小时线级别上啊，他也喜欢玩这样的动作啊，这样玩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很多筹码会在第4次波谷的这个位置上做抄底动作啊，多头啊，在这里面进场之后，随即而来的大概率是什么呢？在完成多次拓展性训练之后啊，对多头进行斩杀。所以呢，行情走到这里面啊，走到16000美金附近之后呢，危险啊就在这里面酝酿了啊。这个位置上，很多人进场抄底之后啊，空头很快将会宣泄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上，你要看到重要的一点是啊，上方压力位是你可以布局空单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了，首先是小时线的压力位啊，我画出来了啊，1440均线和1690均线大概是在16500美金附近啊，是一个可以布局的位置。那么4小时级别呢，我们可以看到啊，4小时级别的144和169啊，正在不断的下行，所以呢，这个4小时线啊，上方位置已经在17000点以上了，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布局位置，你可能布局不到啊。因此呢，在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你应该有一定的空单了啊，应该有一定的空单呢，在这个做行情啊，做这个期货也好，现货也好啊，一定要有仓位啊，在这个合理的位置上有仓位，并且把握趋势的力量啊。同时呢，每一个仓位要设置止损，最终呢，你才可能获得啊趋势上的行情啊，趋势上的利润。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上啊，悟空阴线走出来了，8根阴线啊正在完成啊，已经走的差不多了。那后面的行情当中，日线级别上啊会有沙僧和唐僧啊，最终呢可能会走到13000。那日线级别下跌修完成之后，我们看到啊，本轮行情已经出现了周线级别的标志性的阴线。那么随着这个周线级别下跌修的完成呢，最终如果完成这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啊，可能会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10500美金附近啊。所以呢，大家伙需要更多的耐心，并且是缓慢的分仓进场，把空单加满。那对于以太坊来说，我们看到目前处在这个压力线附近啊，这是一条下跌趋势线形成的压力线啊，由波峰连线连接过来形成的。那么在更大的时间级别上啊，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它正在一个大型的收敛三角形当中运行啊，这是去年6月份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通过交点之后形成的一个收敛三角。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目前它是一个处于压力线的过程，所以呢，未来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可能出现持续的下跌，直到0.068到达这个点位之后啊，可能会有所反弹。那么在日线级别上走出这种趋势，同时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啊，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在悟空阴线的指引下呢，我们看到后面的行情都是对悟空阴线的干扰 K 线啊，然后再往下走呢，周线级别上我们会看到8根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可能会形成周线级别的下跌修，这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周线级别下跌修。极端的下跌呢会引发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快速下行动作啊，所以呢，当这个比特币到达10500美金附近啊，以太坊可能会到260美金啊，以太坊后面的行情是比较看空的。同时呢，我们看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上，我们可以看到啊，日线级别上啊发生反弹之后，依次通过了144均线、1690均线啊，到达1700美金之后，这是4877点啊，4877点。波谷的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压力啊，到达1700美金形成压力之后，开始下行动作。下行动作当中，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8戒阴线出现之后，行情一直在围绕8戒的这个阴线啊出现一个修复震荡，并且目前在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这个运行过程当中，正在不断的接近焦点位置。焦点位置啊，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是发生变盘的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啊，已经出现日线级别悟空阴线、8戒阴线之后，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有可能走日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跌破1100美金，完成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我们处于一个沙僧阴线的这个位置上。首先这个位置是悟空阴线，然后8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
的人生多震荡啊，所以呢，沙僧阴线这个位置上啊，更多的震荡在这里面发生。但接下来的行情，我认为唐僧阴线啊会是空头获利的一根阴线啊，周线级别下跌修，如果一旦完成啊，以太坊价格会到达$800附近。同时呢，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出现了连续的下跌，那么这个连续的下跌在后面的行情当中可能会形成平行结构，最终到达我们点位$260啊，$260。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啊，我们看到了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出现了一定微弱的反弹，这些微弱的反弹呢，就为很多山寨啊提供了一个反弹的机会啊。我们看到了道指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上涨动作，那道指的上涨呢，让这个 Mask 啊也会跟随一定的上涨啊。我们看到啊，这些山寨币的上涨呢，往往处在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横盘震荡的一个时间点啊。我们目前的操作手法主要是对比特币和以太坊抱有一个做空和看空的态度，但是有一些山寨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对它进行布局。比如说我在前天提到的这个暗网第一币种 REN 啊，目前仍然非常强势，同时呢，它的这种强势呢，我们也可以通过 K 线吸收战法进行解读。首先呢，我们看到了目前走成了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组啊，八戒主阳线走出来之后，后面的 K 线呢是妖怪 K 线，是干扰性的 K 线。那么接下来如果能够站上这个位置，也就是1440均线和1690均线这个支撑位，那么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啊。虽然是熊市，但是山寨币很多已经跌了98%、95%以上了，所以呢，目前来看啊，在比特币趋于稳定的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窗口期，很多山寨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同时呢，我们观察到啊，火腿啊，在最近啊非常震荡非常大啊，原因我认为是孙玉晨在接盘火币之后啊，他要搞一些事情，把这个筹码洗干净，把不坚定筹码洗干净之后，然后他会借此机会收集到最多的火腿啊，从此自己做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是坚定的火币爱好者，坚定的火腿爱好者啊，你一定要在低位开始缓慢的吸收筹码啊。当然了，这波行情我们会看它会走出一个双八动作啊。什么叫双八呢？就是怎么涨上去，怎么跌下来，最终呢形成一个工字形的结构。工字形的结构呢是对这个多空双方啊最残忍的一个绞杀，无论你是多头也好，空头也好，在这种双八的绞肉机里面啊，它有点类似一个搅拌机啊，这种结构类似一个工字形的搅拌机，在这种结构里面呢，多空都会惨遭损失。所以呢，无论你是多头也好，空头也好，最重要的是坚定你的方向，不为行情的变化所动摇。那么后面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它已经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啊，就是平行的涨跌啊，这里面出现一个上涨之后啊，做下跌，后面的涨跌呢可能会相互平行。那么我认为你在参与火腿这种币种的时候啊，你要逢低布局吧，可以是逢低布局吧，因为它目前如果是$3.8附近啊，已经是一个非常低的位置了，这几乎是在19年中旬的时候才能看到3.8以下的火腿。然后呢，火腿币和 BNB 和 OK 币的总量都是非常相近的，都是1亿枚左右。所以呢 BNB 啊已经涨到$600多高点啊，所以火腿$6.2的火腿还是有一定的投资价值的啊。毕竟呢，这个中心化的平台呢作为三大来说，火腿是现货币种非常重要的交易场地啊，所以呢对火腿可以进行一些关注。然后对 Mask 来说，我认为它在这个结构当中啊，它的这个结构呢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日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上都可以画出这样的一个收敛三角形。但是随着它的横盘震荡呢，我们看到波峰的连线啊正在往前推，会
最终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会最终造成它的收敛结构不断的延伸过来，也就是说它的震荡范围逐渐趋窄，最后呢形成一个收敛三角逐渐角度变小的一个三角形但是这个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往往是变盘容易发生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在震荡过程当中，你要对它有一个仓位，无论你是多头也好，还是空头也好，在这个位置上要有一定的仓位。如果发生变化发生行情上的动态变化，你会在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中获得利润。当然了，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在这个12月15号之前，我认为比特币可能会持续下跌最终可能会把这个虽然有一定利好的道指和 Mask。道指的利好是那个推特上可能会用道指做打赏Mask 是跟随币种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虽然有利好，但是也容易被大饼推着往下走所以呢，布局的时候你要设置，无论多空都要设置一定的止损特别是 Mask 目前发生这个结构性变化之后，正在不断的接近焦点处接近的时候会发生变盘，所以呢要开始布局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主页的右上角或者淘宝网、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